我们当初支持关税，是不是被忽悠瘸了？中国、美国两极反转，乾坤大变换时代。兄弟们，今天咱们来继续聊聊这个看似经济议题，实则撼动全球格局的重磅话题，让美国再次伟大之关税战。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？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但是在这场贸易大战中，美国似乎是杀敌1000，自损100万，直接把自个儿给干吐血了。咱们今天就来拨开迷雾，看看这场由关税点燃的博弈背后，藏着怎样的全球巨震与民生悲剧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老友记，我是大钊。先来看第一幕美国农民的庄稼噩梦，老美的算盘打成了莲花落。经济史学家查尔斯·金德尔伯格所言，1930年的关税墙是用美国农民的麦穗给砌成的。如今特朗普政府重蹈覆辙，巴西大豆坐着“一带一路”快车直抵天津港的时候，堪萨斯州的粮仓里藏着苜蓿草，正以100年孤独式的速度发着霉。数据显示如果中国取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豁免，美国大豆出口将断崖式下滑51.8%，玉米出口更是暴跌84.3%。这是啥概念？相当于农民辛辛苦苦种了1年的庄稼，一半还没卖出去呢，就已经发了霉。来看看犹他州农民 David 坐在自家的拖拉机上，抱着一把发了霉的苜蓿草，脸上写满了2个大字，不说挨了球了，也是挨了个懒。David 哭着说这草以前是给中国牛羊吃的高级口粮，现在只能给自家羊驼吃了。重点是结果连自家的羊驼都嫌弃。遥想曾经3次投票给特朗普，支持让美国再次伟大，如今却发现自己变成了特朗普政治捞金的背锅侠。这哪叫铁杆支持？这分明是铁锅蒙自己的黑色幽默。与此同时中国呢，只是略施一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转头就签了巴西、俄罗斯、阿根廷的农业协议。此时的美国大豆还在田里晃荡，而巴西的大豆早已包邮送到天津港。如今的美国大豆$1200一吨，巴西大豆850还包邮。再看沃尔玛的货架上，美国制造的 T 恤卖$49.9，还会掉色，而旁边中国制造的抵制中国制造 T 恤，打折只要$9.9，这买卖，再来看第二幕全球经济的震荡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后挽歌。咱们把视线拉远，来看看整个世界经济的反应。世界贸易组织 WTO 最新预测，全球贸易增长从3%暴跌至0.2%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好比全球经济就像一个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的车队，突然被美国一把拉住了手刹，最后呢，前后车撞成了一团。而更要命的是连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开始感冒。根据《泰晤士报》调查，大批机构投资者抛售美元资产，狂买黄金。这是啥操作呢？就像你突然发现钱包里的美元比薅不到的抖音羊毛还不值钱。美债收益直接飙破了6%，各国央行甩美债像扔火炭。沙特开始用人民币结算原油，法国把黄金从美国运回了自家的国库，美元愣是从全球的硬通货变成了过期优惠券。现在你用它来买东西还得看人家的脸色。此时此刻中国推动本币结算，数字人民币已经覆盖128国，什么亚投行、新开发银行逐渐替代了 IMF。 这老美的印钞机收割全球时代正在一点一点的被拆解。再来看第三幕美国制造的自我矛盾，嘴上要独立，身体很诚实。更讽刺的还在后头，一边高喊着制造业回流，一边转头发现你那电动自行车的马达、电池、控制芯片，通通都得从中国买。比如一辆原价$370的自行车，加上81%的关税以后，直接飙到了$608，涨幅直接64%。更别说现在关税已经加到了250%，这老百姓的钱包不得吃紧吗？超市里的鸡蛋涨到了$5一个，大家疯抢大米，就连本来没打算买的阿姨都说我们不需要米，但是还是得囤点，未雨绸缪嘛。这可不是消费这是恐慌性的起伏。他们每抢一袋米心里都得默念一句：
求求你别再涨了 ，please。咱就不说别的地儿了，就看那特朗普纪念品商店，一水儿的中国制造的帽子、钥匙扣、玩偶，白宫工作人员连忙贴上巨大的美国国旗标签遮住，生怕被记者拍到。你说这不是现实报是什么？嘴上说着不要，其实身体却很诚实。再看第4幕网络战与高科技的智斗时刻。贸易之外，还有看不见的战场——网络。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黑客小队在哈尔滨亚冬会期间试图发起网络攻击，结果呢，被中国工程师一顿最炫民族风式的反制，病毒直接跳起了广场舞。中国公安公开通缉3名美国特工，全网制图成表情包，熊猫烧仙 2.0 上线，配文：间谍不够看呀，咱再放点烟花。网络战都这样，更别提稀土战。中国一掐架初等稀土出口，美军的 F-35造价直接飙800万刀，连五角大楼自己都说了，缺了中国的稀土，我们这飞机都得变拖拉机了。这就叫道法自然，顺者昌，逆者亡。第5幕来看看中国的反杀太极拳，不动如山，出手如电。这场全球关税混战中中国出招招招都像太极拳。第一是任尔东西南北风，这关税打过来，中国稳如泰山。第二是掐住你的7寸，稀土出手，直击美军公命门。第三是乾坤大挪移，在 WTO 一纸诉讼让美国哑口无言。比亚迪在墨西哥建厂，直接绕过美方壁垒。新能源全链条从非洲钴矿、印尼镍矿到中亚运输线全线打通，这可不是逃避战斗而是弯道超车。再看第6幕，历史的回声与民众的觉醒。1930年美国搞过一次全面关税，那次就搞出个史上最大的萧条。这次历史又重演，只不过这回民众似乎清醒得更早。媒体人开始反思我们当初支持关税是不是被忽悠瘸了？没错，这不叫战略，是战略性迷路。我们看到美国中产家庭苦不堪言，连硅谷科技精英都排队领救济粮。东南亚国家与中国贸易额飙升，连德国车企都反对自家政府站队美国。经济学家预测通胀、滞胀、加息、破产潮一环扣一环，就像郭德纲刀逼刀报菜名，报到你脑仁疼。这是旧秩序的绝唱，也是新秩序的前奏。朋友们，这场贸易战不仅是中美博弈，更是旧秩序最后的挣扎。美国的关税大棒在摇摇欲坠，美元霸权正在褪色，而新兴世界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发生。这不是结束，而是开始。下期预告：3000亿关税税款去哪？竟被川普偷偷用来。美国超市缺货究竟是飓风还是风暴前的寂静？中国芯片的反杀从卡脖子到反卡脖子，我们正在见证历史中国、美国两极反转的一个乾坤大变换时代。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招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。下期我们继续用前瞻视角拆穿迷雾，看透世界。点赞、订阅、共鸣，下期再见。